演员私班制组端水，内娱番位乐子又上新了。最近呢，网传将门毒后男女主定了王鹤棣、孟子义，但两家粉丝的番位颗粒度却没有对齐。王粉这边认为自家哥哥是一番，是单人过会，而孟粉则强调是平番，并表示王鹤棣要空档4个月等大女主档期。另一边，月都花落两位主演的粉丝也在争一番。在内娱这个等级森严的嫡庶神教里，私班争的就是一个尊卑。按圈内人的说法，番位讲究一个前尊后卑，左尊右卑，大尊小卑，中尊边卑。所以说，剧方的任何操作都可能引发一场私班惨案。尤其是冯官宣必私，乔楚官宣粉丝因不满平番私上热搜，玉婷瑶男女主都不接受二番，最后撕成平番，连开机仪式上也要手写备注。耀眼和上公主官宣两部剧里李云睿都是二番，引得粉丝大为不满。竹玉更是从官宣拍摄到杀青，私班大战就没有停过。因官宣排序问题撕起来已经不足为奇了，因为还有更离谱的。列明查捕片花一出，侯明昊粉丝暴怒，原因是一班男主的正面镜头太少，对集体维权要求所有物料必须给出一班男主排面。还是这部剧，有粉丝发现海报上番位排序不符合正常的阅读顺序，粉丝再次维权，剧方火速修改海报，方才平息粉丝怒火。致命的游戏因海报站位的问题引发三方粉丝大混战，先是 CP 粉要求把男四去掉，结果去掉之后夏之光偏离了中心位，这下粉丝们气炸了，认为自家哥哥是一番，必须占据 C 位。最后几方粉丝闹来闹去，平台懒得伺候了，海报直接上演消失的他，独留一条空荡的走廊。类似的还有一念关山，剧方给出了海报，观众看起来没啥问题，俩主演都在中心位，但在粉丝看来就是有猫腻。凭什么刘宇宁的占地面积比刘诗诗的大？凭什么刘宇宁抠图那么完整，刘诗诗的却没有抠干净？于是乎，女主粉丝给出了正确的示范，把任如意放大并挪到最前面，或者像轩辕剑一样，每人各占1/6。尤其是平台剧播海报里，刘宇宁占据了画面的一大半，导致刘诗诗看起来像被挤到了边上，所以平台一张封面换成了刘诗诗的单人剧照，但又得罪了男主粉丝，最后干脆摆烂，一个人也不放。同样的还有七夜雪，女主粉丝也是不满海报上男主占比大于女主，逼得官博2次修改海报。不过要论荒诞嘛，还得是狐妖月红篇，不光有色块键番、对角线中心位键番，还有插香文学。形式开机仪式上，杨幂把香插在了 C 位，而龚俊则把香插在了边上。于是乎，龚俊粉丝立马连爱起了自家哥哥，认为龚俊被职场霸凌了，还艾特了王一史并喊话：“你问，还想让泡泡肉？让我们怎样？”王一史怎么还有我的事儿？可因此，各大制作平台在一次又一次私班大战里，都习得了不少端水的好法子。端水大法之一，创造 title 法。内娱影视剧常见的主演 title 无外乎以下几种：领衔主演及一班，联合主演及配角，特邀主演就是用来撑场子的大牌或者老戏骨。另外还有友情出演和友情客串，两者戏份都不多。而如今内娱为了端水，又多出了许多新 title。莫云间创了一个特别介绍新人，风月不相关出了一个惊喜主演，金无不尽更是 title 大加码，搞出了2个特邀领衔主演，关键2个人中间还隔了2个位置。不得不说，于正对番位的开发简直遥遥领先。还有雪中悍刀行，除了特别主演以外，这部剧还对主演进行了性别划分，创造出了英雄榜和红颜榜，就连那20多个数不清是几番的主演们也要特别备注，按姓氏字母排序。咋的，连配角也要争班了？无独有偶，水龙吟也有领衔男主演和领衔女主演之分，谁是超脱性别的一番地位，一目了然。郭敬明的《岳灵奇迹》虽然没有创新 title， 但却来了一手4平番的神操作。端水大法之2，创新文案排版法。大多数时候，一班的待遇是和2班同占一行，但排位在前，后面成了一班单独占一行。现在不仅要单独占一行，还得空一行，方能彰显一番大男主的地位。而电视剧《红舞鞋》在这之上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排版，女主放最上面空一行，男主放最下面也空一行，一个开场一个压轴。想必灵感定是来自于红毯。一些一番大男主还能拥有单独的官宣微博，但此法要慎用。当初5更季官宣时，就是因为单独官宣了任嘉伦，而女主却只字未提，最后导致原定女主直接辞演。但恰恰是这种给足一班台面的端水方式，才最不可能引发粉丝争番。一是剧组态度明确，没有给粉丝争番的余地；二是这些剧男女主咖位悬殊，从源头上直接杜绝了私班的可能性。除此之外，海报、片头等也是彰显番位的绝佳之处，怠慢不得。涉谷海报上，韦明昊的领衔主演直接高出艾米等其他领衔主演一大截。较早一些的还有电影《功夫之王》，以2位主演的英文首字母为开头，采用横排加竖排的方式把水端到了极致。黑白前行2位主演共用一个质字，采用10字交叉法进行排版。如果没有相同的字又要端水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来硬的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，管你恰不恰当，直接来个刘嘉玲横排，李冰冰竖排。端水大法之3，轮流坐庄法。无间道里，梁朝伟和刘德华2位主演在片头片尾轮流坐庄，片头梁左刘右，片尾刘上梁下。竹子戏子痞子更是出了3版海报，3个人轮流在前。五福临门搞出了神转番位法，就问这谁还看得出哪位是一班啊？
端水大法之4抓式排序法。为了平衡各方粉丝官宣文案的排位顺序，那是相当讲究。其中按演员姓名首字母排序的占大多数，按角色首字母排序的也有，按姓氏笔画排序的也有，还有按演员年龄排序的。除了影视剧、综艺也要讲番位，《奇妙之城2》里是按城市日照时长排序，倒也符合节目定位。同样是这个节目，还有按地理经纬度排序的。令人心动的 offer 6里按艺人从业时长排序，综艺里讲番位还能理解，但广告里还讲番位，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？某广告仅有2位代言人，也要注明按百家姓顺序排序，真的很让人费解。不过番位这碗水再怎么端也阻止不了粉丝的私番大战，因为一番演员连个标准都没有，搞得谁都能去争一下。有时候这方不仅不表明态度，还要拱火。当初仙剑4定档后，知建一工作室称自己签的是一班合同，陈哲远工作室表示自己签的是平班合同，没有抢番，背后猫腻想必大家都清楚。要是这方没有这些骚操作，两家根本不可能撕得这么惨烈。还有很多粉丝对自家哥姐的实力盲目自信，导致很多演员刚凭上一部剧升咖，下一部剧就立马开始要求一般待遇了。这样的内娱粉丝想不撕都难。但知道撕番大多没有好结果，撕得越狠，糊的概率越大。当初电影《酱园弄》里2位858花的粉丝撕起番来，那是相当激烈，而片方求生欲满满，官宣文案注明按出场顺序排位，海报里2位858花也是一左一右分庭抗礼，就连预告片里主演们也是人均一个镜头。但最后这部电影却落得个票房口碑双拉垮的下场。曾经撕成世界名著的《以爱为营》，扑倒是没扑，就是被炒出了圈。其实一部剧能起来，并非全靠一番。像《甄嬛传》，如果没有掌心蔡少芬、陈建斌等演员的生动演绎，不可能活到今天。今年播的比较好的《藏海传》《生万物》，你能说全是2位流量的功劳吗？真正的好剧，红利也不会只给一番。樱桃在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面是4番女2，但她却凭借这部剧拿下了金鹰视后。魏一扎在电视剧《山海情》里也是一个5番开外的角色，但却凭借该剧拿到了飞天视后。还有些演员即使是演配角，也能让观众记忆犹新，比如陈畅在《宝莲灯》里的哮天犬，张氏在《神话》里的赵高，林玲在《知否》里的大娘子等等。这不是一般，但不妨碍他们成为经典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，大部分明星在番位上还是拎得比较清楚的。总之，希望内娱粉丝能明白，好演技不分演员，好演员也不分番位。